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遇到班花和他的好友时，他们都以为我还是当年的那个舔狗。班花带着订婚戒指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还说要让她的未婚夫给我找一份得体的工作。我只是笑着给她的未婚夫打去了电话：“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在爱马仕的店里遇见沈慧的。月底是我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最近这段时间，为了公司的上市准备，她跟着我操劳了不少，所以特地想要挑选一个包送给她。比起沈慧，第一眼就看见我的人是她的好友，也是高中时代对我嘲讽的最严重的女生。张婉丽。哟，这不是宋安怀吗？慧慧，快看你高中时候的舔狗。张婉丽的声音一如高中时候一般的尖锐，让人听得耳膜难受。我皱起眉看向她，下意识地想要离开这个地方。毕竟当初做同学的日子实在是算不上好受。那会儿沈慧是班里公认的班花，喜欢她的男生不计其数，我也身处其中。只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家中贫穷，性格内敛，又成绩普通，所以连带着我的喜欢对于沈慧来说也变成了登不上台面的东西。她确实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对我的厌恶，但只要流露出一丝丝的不开心，就多的是人为了她找我的不痛快。可我的转身已经晚了，沈慧已经看见了我。时间确实对美人格外的宽容，至少对于沈慧便是如此。如今的她和高中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岁月的流逝只在她的脸上更添了几丝风情。宋安怀，竟然是你，好久不见啊！沈慧放下手中的包，笑着朝我打着招呼，眉尾眼梢皆是笑意。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们是多好的朋友。我被挡住了去路，也只好强打起精神，对着沈慧微微点了点头。好久不见。张婉丽走上前来，挽住了沈慧的手臂，一如当年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些许的不屑与高傲。宋安怀，这么多年你倒是一点没变，还是一脸的穷酸样。婉丽，别这样说。沈慧的语气稍稍带着些指责，然而眼神里却没有丝毫的责备。她向来如此，坐在高台之上，看着那些男男女女因为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而互相指责谩骂。张婉丽对上她的视线，撇了撇嘴，道：“本来就是，想当初她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追过你，想想我都觉得恶心。”哎，宋安怀，你说说呗，当初到底是怎么想的？张婉丽的语气戏谑，她倒不是真的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过是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难堪罢了。若是换做几年前的那个穷小子，也许真的会因此痛苦自卑。可这些年我创业起起伏伏，见多了人情冷暖，面对张婉丽这样不带一丝一毫掩饰的恶意，竟然还觉得新鲜。大概是眼睛瞎了。我看了眼沈慧，轻笑了一声，而后便与他们擦肩而过，朝着货柜走去。沈慧与张婉丽一时之间都没来得及反应，呆愣在了原地，直到我对着柜姐轻声道：“麻烦给我拿一下你们家新上的那个限量款。”前些日子老婆拿着手机看了许久，我猜想她大概是喜欢的。那柜姐愣了愣，随即才有些为难地说道：“不好意思先生，那个包我们店里只有一个，刚刚和您说话的小姐也看上了。”呵，你就听她瞎说吧，她要是买得起这个包，我把这家店都吃了。婉丽，你别这样，或许安怀她现在赚钱了呢。张婉丽走到了我的身边，上下打量着我，越看我眼神里的不屑就越发的明显。赚钱？
你看看他这一身，哪里看上去像是个有钱啊？我倒是觉得，说不定是遇见了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再打肿脸充胖子呢。他说着，自顾自笑了起来，而沈慧则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一如当年。真的吗，安怀？我没想到你对我还是，但你也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就是慧怎么会看上你这个小偷的孩子？张婉丽尖锐的如同鸣笛般的声音，彻底地打开了我记忆的关卡。我有记忆以来，便是和我妈2个人相依为命。父亲在我的人生里，从来只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人物。每问起他，也只是用很早就去世了这样的理由来敷衍我。直到后来上了小学，我才在同学们那些若有似无的鄙夷的目光和不断的窃窃私语声中，搞清楚了事情的一切。他是个小偷，在邻里街坊里的名声差到了极致。当初母亲怀孕之后没多久，他就因为被人发现偷盗逃走了，在一个无人注意的黑夜。自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而我成为了旁人口中的小偷的孩子。这个侮辱般的称呼伴随着我走过了我的青春时期。我看着站在对面的沈慧，她仍旧美丽动人，可我却看见了她灵魂里无法抹灭的黑暗。当初我给沈慧写的情书并没有递给她，我很清楚自己与沈慧之间的差别，故而那份喜欢我一直藏得很好。情书是如何被所有人知道，如何被沈慧拿到手的，我一直都不清楚原因。直到那天放学后，我被人关在卫生间内，绝望之下，我听到了沈慧与人的交谈声。是沈慧为了引起她喜欢之人的注意，将我当做了冤大头。她不在乎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影响，她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至于我这样的 NPC 发生了什么，她都不在乎。张婉丽，你以为我会看上沈慧吗？我的手指敲打着玻璃，对着一旁的柜姐冷声道：“那个包我要了，多少钱都可以，别听他骗人，他哪里有钱？”张婉丽火急火燎地否定着我的话，一双眼睛瞪得就像铜铃。宋安怀，我知道你是因为慧订婚了意难平，故意今天来偶遇我们的，但就算这样，你也没必要装大款吧？大家都是老同学，谁不知道你现在在扫大街？张婉丽单手叉腰，另一只手牵起了沈慧的右手，上面赫然戴着一颗硕大的钻石戒指，只是比起我送给我老婆的还是差了点。我听着张婉丽的话，震惊地挑了挑眉。扫大街，沈慧柔声解释着：“安怀，你别装了，我们都知道，那天赵成在街上看见你了，你拿着扫把在扫垃圾。”沈慧的眼神里带着同情，我也总算想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当初公司开拓新的版图，新的大厦门口都是垃圾，我又闲着没事做，索性就自己动手了。没想到落在他们的眼里，竟然是成了扫大街。我倚靠在一旁，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公司是我的呢？张婉丽和沈慧对视了一眼，然后爆发出了剧烈的嘲笑声。宋安怀，你没睡醒吧？还公司是你的，做白日梦也没这样做的。你知道那家公司是什么吗？那可是宋氏集团，最近刚刚上市的公司，老板身价上亿。就你。张婉丽用嫌弃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又拍了拍沈慧的肩膀。行了，宋安怀，别说老同学不给你机会，等慧结婚的时候给你一个请帖行了吧？你也算是送你梦中的女神出嫁了。沈慧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黑色的发如同墨汁一般，是多少男生的初恋白月光。安怀，我还是很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婚礼的。如果太困难，不用给我红包，要是你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让我的未婚夫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我懒得和这两个颠婆纠缠，直接拿出了银行卡，甩在了桌子上。帮我把那个包包起来，配货配多少都行。可我没想到，连那个柜姐都在张婉丽二人的话语之下，对我产生了怀疑。她没有伸手接过我的银行卡，而是皱着眉，像是压抑着怒气。这位先生，请您不要耽误我的工作。如果没钱的话，出门左转有小 CK。张婉丽嗤笑出声，拿起我的银行卡，在手里把玩着。看到了没，宋安怀，我早说了，你身上的穷酸气怎么样都挡不住。他说着，竟然直接将我的银行卡扔到了垃圾桶里。假的卡就别拿出来丢人了。哦吼，但那张银行卡里有几千万啊！我看向柜姐的胸牌，这家店我常陪老婆来，却没见过这个柜姐，大概率是个新人，新来的。柜姐听我这样问，挺了挺自己的腰背，是，但就算我是新人，也看得出什么样的客人是值得我们服务的。他说的义正言辞，我却觉得他在狗眼看人低。把你们主管叫出来。柜姐看我的眼神就如同在看一个傻子。我们主管也是你这种人能看的吗？沈慧在一旁轻声解围着，做足了善解人意的样子。安怀，你不要为难他了。我知道你是想要挽回你在我心里的形象，但其实我早就已经放下了。毕竟当时我们年纪都还小，你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等到时候大家都难堪。沈慧说着叹了口气，而后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来，刷我的卡吧。安怀，你要是真的喜欢这个牌子的包，我家里有几个背旧了的可以送给你。张婉丽咂巴了两下嘴巴，双臂环胸。宋安怀，你就偷着乐吧，遇到了慧这样心地善良的女孩子。是啊，沈小姐，您真是人美心善，您的丈夫一定很爱您吧？一旁的柜姐恭维着。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人一句话就把这出戏给演好了。沈慧用自己戴着钻戒的手轻轻捂着嘴巴，看上去温婉又动人。你真会说话，我先生确实很宠我，但爱情是相互的。慧，你太谦虚了，他哪里是宠你啊？我看啊，你就算是要天上的月亮，他都会摘给你的，更别说他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等人才。我听说姐夫的长相也是一等一的好看。张婉丽挽着沈慧的手臂，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但我却抓住了她话语之中的漏洞。听说沈慧的脸色看上去有些不自然，连笑容都变得僵硬了一点。她工作比较忙。宋安怀，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吗？整天吃饱了饭没事做。我姐夫可是上市公司的领导。张婉丽说的就好像做领导的人是他自己，用鼻孔看着人。我索性坐在了一旁的高脚凳上，翘起了腿。是吗？沈慧，你丈夫叫什么啊？我在上市公司里还是认识些人的。张婉丽冷哼了一声，语气不屑。你能认识什么人？但告诉你也无妨，他叫陈康。陈康，这不巧了吗？我的公司里好像就有个主管叫这个名字，可我怎么记得那男的是个人过30，已经有些微微秃头的中年男。恰巧此时拿着沈慧银行卡去付款的柜姐也回来了，将机器放在了沈慧的面前，让对方输入密码。只是那密码输了好几次，银行卡都没能刷出来。在场3人的脸色都变了。我乐得看笑话，单手撑着下巴，看着沈慧的脸色慢慢变得惨白。慧，你是不是拿错银行卡了啊？张婉丽的话就像是给沈慧递了一个台阶，她立刻马不停蹄地下来了。啊，对，我可能是今天出门着急拿错银行卡了。沈慧手忙脚乱地从柜姐的手中抢走了那张银行卡，
而后开始在包里翻找起来。一时之间，店内只剩下了他包中东西碰撞的声音。沈慧，这要巧啊，你也在这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个男声，我下意识地回头看去，就看见赵成的身影。要说赵成也是个奇葩，当初沈慧明里暗里吊着他这么久，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偏偏他看不出来，跟被鱼钩穿透了一样，勤勤恳恳跟在沈慧的身后。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他有任何改变。赵成原本看向沈慧含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完全变了。他皱着眉，连走来的脚步都变得沉重而缓慢。宋安怀，你怎么也在这里？今天不用扫大街吗？赵成的语气里是不加掩饰的恶意与嘲讽。话音刚落，就跟着张婉丽一起，二人笑作了一团。我却面不改色地坐着，语气平淡：你这个垃圾都在这里，我在街上扫什么？你……赵成的脸色骤然一变，就要冲上前来对我动手，和当初一样的没脑子。张婉丽伸手拉住了他，道：你和宋安怀计较什么？刚好你来的是时候，慧带错银行卡了，你把这个包给他买了呗。张婉丽的语气之熟人，甚至让我差点以为要和沈慧结婚的人是赵成。而一旁的沈慧也笑着，没有反驳。麻烦你了，赵成。眼看着赵成就要拿出自己的银行卡，我实在是忍不住满肚子吐槽的话：不是，赵成，你脑子没病吧？她一不是你的女朋友，二不是你老婆，凭什么要你花钱？宋安怀，我可不是你，区几十万而已，我不放在眼里。赵成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明明自己花钱做了冤大头，竟然还做得格外骄傲的模样。人能拦得住作死的人，但拦不住作死的猪。我耸了耸肩，示意赵成随意。然而张婉丽却还是没打算放过嘲讽我的机会。宋安怀，你是穷逼，难不成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吗？赵成可是现在跟着沈慧的老公一起上班，年收入怎么样？也有个几十万。你啊，不知道多久才能赚到这个钱。我伸出一根手指，示意张婉丽闭嘴。大约10几秒之后，才将自己的手指收了回去。赚到了！寂静之后，是哄堂的大笑声，连带着桂姐的脸上都出现了藏不住的笑容。赵成边笑边道：宋安怀，你他妈穷疯够了吧？脑子有病，早点去治，别他妈的出来吓人。连沈慧也没忍住，继续维持自己的人设。安怀，你要是生活有困难，就和我说，没必要这样。我可以让我先生给你找份体面的工作。好啊。这下轮到他的神情僵硬了。沈慧大概只是随口一说，为了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却没想到我真的会答应下来。我含笑看着他变得僵硬的神情，歪了歪脑袋。怎么？该不会沈大班花只是随便一说，其实压根没有这个权利吧？怎么可能？你以为慧和你一样吗？还没等沈慧破防，张婉丽已经大呼小叫起来了。慧，你现在就给姐夫打电话。沈慧在他的催促之中拿出了手机，他现在在上班，可能在忙。我冷笑，倒是想看看他一个小小的主管经理怎么来给我安排工作。不出所料的，沈慧的电话打过去几秒就被自动挂断了，可能在开会吧。你也知道，大公司平时没什么时间。我在沈慧的解释声中拿出了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了电话。是吗？那我打一个看看。你，宋安怀，你有病吧？你怎么可能？张婉丽的话还没说完，我的电话就被人接了起来。喂，宋总，找我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谄媚的男声。我对面站着的几个人脸色各异。现在有时间吗？来找我一趟，地址我一会儿微信上发给你。有时间？
有时间。宋总吩咐我肯定道。我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随后立刻挂断了电话。赵成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他尬笑了几声。宋安怀，你现在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连找群众演员的办法都用上了。高中的时候你就要面子，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没变啊。赵成的话就像是让张婉丽找到了什么主干，她立刻一改原本吃土一样的神情，重新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就是啊，宋安怀，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唯一没说话的人是沈慧，因为陈康的声音，他是最清楚的那个。我看着沈慧，神情调侃，而后转过身看向桂姐，你确定不叫你的主管？桂姐挎着脸，语气不耐，我不都说了吗？主管不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见的。我耸了耸肩，示意了解，而后给妻子发去了消息，向他要了主管的联系方式。妻子虽然不知原因，但也很快将一串电话号码发给了我。当着桂姐的面，我打通了那个电话。你好，我是宋安怀，可以麻烦您回店里一趟吗？我想我和您的店员也许有些误会。电话那头的女人自听到我的名字，语气便一直恭敬。我很快挂断了电话，等待着我的仍旧是他们嘲讽的神色和语气。张婉丽索性拉着沈慧的手臂，继续在店内看起了包包。慧慧，你别管她，她就是个神经病。趁着今天来了，你再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是啊，沈慧，我可以买下来送给你做新婚礼物的。赵成跟在二人的身后，寸步不离，看那样子，真像是等待着主人垂青的小狗。而桂姐也带着满脸的笑意跟在沈慧的身边，语气谄媚：沈小姐，其实我们家还有很多新品，要不要我都拿出来您背背看？唯一觉得不适和不安的人大概就是沈慧了，她时不时用余光看向我，像是在思考我刚刚那个电话的真实性。我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我们还是先……只是很可惜，沈慧的话才说了一半，连工服都没穿整齐的主管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了门口。桂姐看见他之后，神情一愣，立刻走上前去迎接。主管，您怎么来了？您今天不是？然而主管的眼神却一刻都没有落在他的身上，立刻将他挤开，走到我面前，弯着腰，恭恭敬敬的样子。宋先生真是对不住，您今日来怎么也不提前和我说一声，是我们招待不周。贵夫人没有一起来吗？今天来是为了给夫人挑选礼物。我看着主管身后已经呆滞的桂姐与沈慧等人，遗憾道：原本是打算买那个限量款的，只是可惜来的时机不对，已经被人买走了。还有你这个员工，似乎并不相信我有这个实力买下那个包啊。主管的脸色骤然一变，猛地扭头看向身后已经被吓得神情呆滞的桂姐。妻子喜欢这个牌子的包，每个月都要买好几个，我们家也算是店里的常客了。是为了一个不知道能来几次的客人得罪我，还是为了我得罪对方？主管的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当机立断地走到了桂姐身前，一把拽下了她胸前的名牌。你被解雇了，来者皆是客，你竟然敢以貌取人，我们就是这样教你的吗？奢侈品店内以貌取人的柜姐多了去了，只是可惜，谁让她遇见我这个硬茬？柜姐茫然摇着头，拉着主管的袖口求饶：主管，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主管您就看在我是初犯的份上，你和我说没有用，除非宋先生能原谅你。他立刻将视线放在了我的身上，可在这个满是希冀与期待的眼神之中，我仍旧没有丝毫的同情。不好意思啊，你别耽误我的眼睛，我怕被污染。
一句话，他脸上的血色完全消失了。宋安怀，你这人怎么这样？他都已经知道错了。是啊，安怀，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一边的张婉丽与沈慧到了这个时候又要来装圣母了。我看向沈慧，上下打量了一下，而后嗤笑了一声：“你又算是什么东西？宋安怀，谁让你这样和沈慧说话的？”到了这个时候，第一个冲出来的人自然是沈慧的骑士赵成。只是奈何沈赫已经有了未婚夫，也不需要别的骑士了。我看向门口，匆忙赶来的陈康还在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宋总，我来了。宋总，你谁呀？也是宋安怀请来的演员。赵成的语气仍旧不好，当然也错过了沈慧脸上的不安与惊恐。我没有回复赵成的话，只是看着沈慧，微微扬了扬下巴。沈慧，你来介绍一下是谁？我的声音让刚刚注意力都在我身上的陈康终于看见了站在角落里的自己的未婚妻。陈康皱起眉来，眼神里都是对沈慧的厌恶。你怎么在这里？我不是让你在家里好好待着？我想着一个人在家里也无聊，所以出来逛逛。方才在我的面前还端着女神架子的沈慧，此刻一点也没了方才的高傲，看上去就像是在家里待久了的家庭主妇。我对他们之间的恩怨没什么兴趣，只是将好奇的目光落在了张婉丽和赵成的身上。如何呢？发现自己一心一意对待的女神，要嫁给的人竟然是已经有些秃顶、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张婉丽的眼神震惊，不敢置信地看着沈慧，但那份震惊很快就消失了，大约是想到了陈康的工作和收入。姐夫，我是慧慧的朋友。他对陈康打着招呼，然而陈康却一个眼神也没给他，只是走到我面前舔着笑容。宋总，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啊？我垂下眼帘，将目光挪了回来。哦，没什么大事，就是刚刚你的未婚妻和我说要给我介绍个工作。陈经理，你打算给我介绍个什么工作？我的语气不算严肃，但就是这样平淡的语气都让陈康吓得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他尬笑着，一眼都不敢看我。宋总真是爱看玩笑，我不过就是宋总公司里的一个小经理而已，我哪能？老公，你说什么？宋安怀不就是一个扫大街的吗？沈慧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陈康立刻扭过头，恶狠狠瞪了他一眼。什么扫大街的？宋总是扫大街的，那我是什么？马路上捡垃圾的吗？沈慧的脸色惨白，嘴唇颤抖。再看张婉丽，她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只是呆滞地看着我。倒是赵成，心理承受能力还强了些，在短暂的惊慌之后，很快就稳定了自己的心神，甚至还能走上来讨好的在我面前说几句好听的话。安怀，宋总，哎呦，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你肯定有出息，这不是现在做了老板了？您看，我俩毕竟也是高中同学，您能不能？赵成搓着手，哪里还有刚才对我轻视的模样？我无视了他所说的话，看向站在我面前忐忑不安的陈康。陈经理，最近公司的事务很多吗？也没有，是吗？我看你把一些阿猫阿狗都塞进公司里，还以为如今公司的业务已经多到员工做不完了呢。指甲扣在玻璃上的声音伴随着陈康的心跳声越来越快，他结巴着，眼神飘忽。宋总开玩笑呢，我手下的人完全够的。这样啊，那我看你这个位置换个人来做，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在陈康惊恐的目光之中，我的脸上带了丝笑意。陈经理，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婚假我就给你放得久一些，明天开始不用来了，
我向来对员工的福利做得很好，可以说离开了我的公司，很难再找到如此好的工作了。故而此话一出，陈康的脸色就变了，他也顾不得自己的什么脸面，立刻抓着我的手臂求饶起来：宋总，我知道错了，真的，我再也不会给人开后门进公司了，您绕过我这一次吧。宋安怀，你凭什么随便开除人？你以为你是老板就了不起吗？然而陈康求饶的话还没说完，张婉丽就急匆匆打断了他。我轻飘飘看了张婉丽一眼，还没等我有所反应，陈康已经先我一步大步走到他面前，给了张婉丽一巴掌。你他妈懂什么？和沈慧一样，就他娘的是个蠢货。我看着身形摇摇欲坠的沈慧，心中难免升起了愉悦感。原来当初的意难平和，所谓的天中月，到了如今也不过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花瓶罢了，除了好看一无是处。我懒得和他们纠缠，扭头对着主管轻声道：那个限量款的包，如果可以帮我们留一个，价格不是问题。好的，宋总。我点了点头致谢，在路过张婉丽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哦，对了，张婉丽，被你扔进垃圾桶里的那张银行卡里面有几千万，你看你要不要现在去捡起来？张婉丽茫然地抬起头看向我，随后却又被陈康斥责：你还敢扔宋总的银行卡？你不要命了？他被陈康猛地推了一把，跌倒在了地上。快点去帮宋总捡回来。其实奢侈品店内的垃圾桶根本没有多少垃圾，可我就是想要这样做。我要看着张婉丽跪在地上，毫无尊严地在垃圾桶内翻找，就如同高中时期他们将我的东西扔进垃圾桶，将垃圾扔在我的桌子上一样。张婉丽到底还是去了，她压抑地哭着，泪水大颗大颗落在地上。沈慧似乎是看不过去，还要替他求情：安怀，你何必做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高中同学。沈慧，你们当初嘲笑我、殴打我的时候，有想过我们是同学吗？他的眼神阴沉，抿着嘴唇。你看，你们也没有想过，不是吗？何必来要求我？说话间，张婉丽已经将那银行卡找了出来，她颤抖着手拿着银行卡走到我的面前，可我只是看了一眼，就皱起了眉毛。脏了，扔了吧，我再办一张算了。宋安怀，你他妈耍我！张婉丽怒吼着，可我只是笑，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温度。是啊，怎么，你有意见吗？走出店的前一秒，我回头看向站在原地的陈康，好心提醒：陈经理，你还是要感谢一下自己的老婆和他的朋友，要不是他们话多，我还不知道你给公司引进了这么多人才呢。我没有错过陈康阴沉下来的脸色，但他与沈慧的婚礼还能不能顺利进行，并不在我的关心范畴。我只要知道沈慧他们不会好过就可以了。回家之后，我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她倒是知道一些陈康的内情，只不过事先并不知道八卦中心的女主角与我是就相识就是了。听妻子说，陈康原先有过一个老婆，但因为婚内出轨和对方离婚了，而那个小三大概率就是沈慧了。至于离婚的原因，是沈慧怀孕了。小三逼宫的老套路，只不过落到熟悉的人身上，早就已经烂透了的八卦也会品出点别的味道出来。陈康被我开除了，他这个年纪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并不算太难，只是可惜我没忍住将陈康被我开除的原因大肆宣传了一下，至此他在业内的名声到底不算好听。至于他与沈慧的婚礼，我没有参加，也没有看见朋友圈内有好友发现场的照片，大概率是没能结成。
赵成倒是在此之后来找过我几次，哪怕我一句话都没回复，他都能自己和自己聊得开心，一副许久没见面的好友样子。倒是应了那句话，当你有钱了，全世界都是你的好朋友。我本以为这件事情不过是人生里的一个小插曲，到此就结束了，倒没想到竟然还会让我遇到沈慧一次，还是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场合。那日我出门参加聚会，本应该和妻子一起，只是奈何她刚刚查出来怀孕，我想让她在家中好好休息，只是一个晚宴的时间，都差点让人钻了空子。陈康不知道是从哪里知道我的行程，竟然直接溜到了会场内来找我。宋总，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就这一次。陈康说着竖起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只是几个月没见，陈康原本发福的身材消瘦了许多，看上去憔悴了不少。这段日子确实不算好过，他的眼睛里满是红血丝，底下的青黑看上去不知多久没有睡好觉了。可落在我的眼里，也不是让我改变自己想法的理由。我拿着酒杯摇了摇头，真是对不住陈先生，但我做下的决定，我不会轻易更改的。陈康眼中的期盼消失了，他拿起边上的红酒对我道：既然这样，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和宋总喝一杯。看着脊背佝偻的陈康，我到底还是没有拒绝，只是那一口红酒入肚，我便觉得不太对劲，一股热流从小腹处爬满了全身。意识朦胧之际，我感觉有人将我架在了身上，带出了会场。宋总啊，我也不想这样的，只是我也实在是无路可走了。您放心，我只是想要回之前的东西而已。而且听说您之前对沈慧也是一往情深，怎么想您也不是太亏，是吧？陈康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让我不自觉皱起了眉毛。昏暗的房间内，有人躺在床上，看上去不着寸缕的模样，像是沈慧。陈康将我放在了床上，转身就要走。他前脚刚走，沈慧后脚就抱住了我的脖子。安怀，要是我早知道你日后会有钱，我一定不会这样对你的。安怀，你也还是爱我的，对吗？若非如此，你怎么会因为我开除陈康呢？承认吧，你就是吃醋了。过了今晚，我就是你的人了。我感受到身边甜腻的香水味道，与记忆里妻子身上的沐浴露味道大相径庭。下意识的，我伸出手将对方推倒了床下，而后凭借着本能打通了秘书的电话。虽然没能说出什么句子，秘书却是个合格的秘书，很快就找到了我的位置。听说酒店的房门被打开的时候，沈慧正坐在我的身上给我脱着衣服。我是被秘书扛回家的，为难我身怀6甲的妻子还照顾了我一个晚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想想要怎么办吧。第二天早上醒来，妻子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她坐在沙发上喝着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身上，看上去格外的恬静。我揉着还有些隐隐作疼的太阳穴，昨晚的记忆逐渐浮现在了脑海。会场应该有监控，我会起诉。妻子看了我一眼，笑道：我还以为你会看在对方是美女的份上，网开一面呢。我也笑，从身后抱住了她。谁有你好看？起诉的过程格外的顺利。陈康几次三番的要来找我道歉，都被人赶了出去，连我的面都没看见。至于沈慧，她白月光的形象算是彻底坍塌了，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厌弃，比我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庭当日，我看着颓废的沈慧，握住了妻子的手。好在多年后的我有了这一份实力，将所有侮辱过我的人全都送入地狱。感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